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娱乐圈限量之谜，诚意限制粉丝消费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据调查，中国娱乐圈每年靠粉丝应援、杂志销量、直播带货等方式赚得钵满盆满有的明星造势一天能卖出几十万份杂志，一夜暴富不是梦。更离谱的是，为了追星，粉丝群体里氪金的狠角色甚至不眨一下眼，把自己的压岁钱攒下全砸在哥哥姐姐脸上。可就在这样一片割韭菜盛宴里，有个人却选择了迎风而上，还真就有那么一位艺人，宁可自己少赚点，也要给粉丝多留点余粮。这不是都市传奇，这是诚意的日常操作。艺人和杂志谈分红，粉丝买的越多，他赚的越多，可他偏偏要限量发售杂志，甚至限制同一账号购买次数，这波操作属实让人挠头。他图人傻钱多，还佛系追星，这到底是良心发现还是套路升级？各位看好了，咱今天就刨刨这个娱乐圈的一股清流诚意到底在想啥。别的明星恨不得开着大喇叭喊来啊来买买买，给你哥哥冲销量。直播间里刷礼物的气氛简直堪比双11，那叫一个热烈。你看人家某明星隔三差五在镜头前撒娇卖惨，生怕粉丝少给点钱，业绩下滑没人疼。粉圈里有句话，哥哥永远不嫌你花得多。营销的骚操作一茬接一茬，广告植入、用品周边、签售会全都铺天盖地。粉丝的钱包啥时候能歇口气？对此，只能感叹，明星割韭菜，割得多割得勤，也是技术活。然而诚意这位，直接和粉圈反着来。杂志发售限量，同一 ID 购买次数有限制，粉丝没法搞氪金大战，只能安心养家糊口。你别说，这事搁东北大姨嘴里都能念叨一下午了，咋还有这不挣钱的明星啊？他每次还唠唠叨叨，苦口婆心的劝你们要疼自己，别乱花钱，买杂志量力而行。追星追到这样的哥哥，要我说，这不是粉丝选艺人，是艺人倒贴粉丝。到底是诚意佛系，人低调不爱钱，还是这哥们有啥别的算盘？悬念就在这，人家割韭菜割得正欢，诚意却扶着韭菜怕人拔，咋回事？留个空，咱接着刨。娱乐圈割韭菜这门手艺历史悠久，技法多变。早前的粉丝经济学就指出，让粉丝多掏钱、多买杂志、多打 call， 就是艺人变现的最快捷径。杂志社和明星联手分红，卖得多，收益翻倍，谁会不乐意？明星面对镜头假哭真笑一把，热情似火无底线。大多数粉圈早已习惯了守夜拼搏、集资冲榜的日子，偶尔还得忍受点买家秀，一不小心家底都被掏空。可诚意的这套限量发售论，着实让行业高管都得皱皱眉毛。限杂志、限购买次数，这不是自砸饭碗吗？仿佛星巴克限量咖啡券一样，买多了还不行，铁们只能投机选手，捂紧钱包。换种说法，这就像东北麻辣拌大姐看着你家菜，不是因为怕你吃撑，是心疼你花冤枉钱。大家买杂志别冲动，自己身体第一。来一句鸡汤，还真踩在粉丝心坎上。普通人怎么看这事？有的粉丝喜极而泣，诚意哥哥太贴心啦。还有大批路人表示惊讶，艺人不割韭菜。见过不想挣钱的老板吗？有些犀利网友说，是不是炒作？难道哥哥在为自己人设加分？更有老江湖感慨，娱乐圈哪有不想红、不想赚的明星？你这波真不卖艺卖人品。多角度的声音逐渐汇聚，围绕诚意的选择，争议越来越大。表面上诚意的限量政策把粉圈风气带了起来，粉丝们省下钱了，杂志炒作少了，
直播间再也见不到刷5000块的大榜。整个果果群体看似安安静静，追星气氛温和不少，仿佛一池春水，波澜不惊。程毅亲自下场清理评论里的假广告，生怕粉丝受骗。这种哥们精神真让不少人感动到要上天台表白了。这种平静是暂时的，反对声音很快冒了出来。有些人怀疑程毅这样是太佛系，还是想借限量制造稀缺感，炒作真品效应。限量杂志是不是反向刺激抢购热？有业内人士冷嘲热讽，限量不过是营销的新套路，本质上还是吸引粉丝情感冲动。也有粉丝发怨言，哥哥是真的在乎我吗？还是在玩感情把戏？一时间粉圈分裂清晰，有人 CPF 上天，有人人设警告。同期，另外一些艺人照旧猛掏粉丝钱包，杂志周边数量一波高于一波，大展吸金术。程毅的限购政策在追星圈像是小溪边蹦跶的小青蛙，声音太小，影响有限。商业利益的洪流并没有止息，倒是让程毅良心艺人的帽子压得更紧，有点大隐于市的意思了。不过在当下的娱乐圈，一潭死水之下，暗流涌动，谁都不敢保证限量真的能守住初心，抵御割韭菜风暴吗？就在大家以为良心艺人就是程毅的终极面具时，真相突然来了个大掉头。原本以为他是在佛系做人，其实背后藏着的是对粉丝情感的极致保护。你要知道，在别人家，艺人经常把签名照搞成奢侈品，炒得比奶茶券还值钱。粉丝们排队抢签名，账都算得比高考还认真。可程毅转头一看，果果们为他亲签照片四处奔忙，钱包瘪了，情感负担重了，他立马安排工作室定期发放电子明信片，隔空治愈粉丝思念病。他直言，签名本是爱的双向流动，怎能变成赚钱的工具？你嗅到了没？这不是佛系装清高，是头铁做慈善。更炸裂的是，在粉丝情感被悉心呵护外，程毅还承担了大家长角色，时不时冒头提醒大家要照顾好家人。试问娱乐圈里有几个哥哥能真的心疼不见面的果果？你要说他炒人设，那这人设属实长久稳固，工业级别都打不倒。粉丝圈里盛行我们与程毅是双向奔赴，不只是单向付出，而是有敬有爱，你宠我，我撩你，咱打个平手，和谐美好。这场真情大反转，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娱乐圈的人情世故。多数艺人精于利益算计，粉丝不过是路边韭菜，割过一茬再来一茬，而程毅把韭菜当亲闺女，生怕下雨淋坏了。你说这是扭曲为正，还是终极觉醒？一切争议爆发到顶点，火药味扑面而来。有人说他大善人，有人批他装清高，双方吵得比菜市场还辣。就当大家觉得程毅是真诚的哥哥时，风头突然冷了一把。表面上风平浪静，粉圈舒适，杂志销量依然不出圈，炒作没有太大影响力，整个娱乐生态仿佛回归了温情年代。可谁也没敢保证这份美好能持续多久。最大的障碍来自市场限量杂志卖得慢，合作方也开始揣着算盘精打细算，长此以往，钱袋缩水，谁还愿跟不挣钱的艺人长期合作？市场规律可不是听父母鸡汤长大的，一旦利润少了，行业大佬很有可能抽身而走。更有老粉担心，哥哥这样搞，万一哪天杂志停刊，电子明信片也没了，爱的双向奔赴要断头了啊！另外，那些靠贩卖情感的艺人们，趁机大肆扩展营销，粉圈风气又险些调回原点。你守住初心，市场守不住良心。粉丝观点也变得多元，有人坚信程毅的温情操作能永远持续，也有人偷偷想，哥哥这样的模式会变吗？倘若市场压力大了，还能坚守佛系吗？
多重分歧加深，理想和现实的缝隙越来越大。你说是清流，却可能变成孤岛。良心艺人和市场魔法的对抗，或许只是暂时的平衡，谁也不夸海口。说到这儿，各位铁子还真的掂量掂量，诚意限制杂志数量，劝粉丝别乱花钱，的确是娱乐圈少有的哥德巴赫猜想。咱不是看不得人向善，也理解他的良心实操。可你说这世道，佛系到底能不能和商业挂钩？限量杂志不是人人能抢到，下次你再想买，未必有货。一切美好里，总有些小烦恼。哥哥真是疼你，还是怕你花钱？有粉丝觉得这是亲妈式爱护，也有铁憨憨嫌被管得太紧，买都不自由了，咋还有这样控制欲强的明星？颠颠这分寸，可真不是谁都能掌控。打个比方，就像你跟家里人过日子，一碗饭递过来，总得考虑是你饿了还是怕你胖了。诚意这份关怀是真情流露还是精明策略，没人能简单下定义。但有一点肯定，娱乐圈被利益浸泡的发涩，一股清流总比一池浑水要让人安心。哪怕将来限量政策被市场反噬，我们也见识过良心艺人的罕见一面，心疼粉丝，不割韭菜，割个亲妈爱粉这标签，谁也摘不掉。现在只盼别有一天，这善意像限量杂志一样，变成了稀罕品。说了这么多，忍不住问问大家，娱乐圈到底需要多少个诚意？粉圈变得越来越疯狂，割韭菜套路越来越多，是不是只有限制消费，佛系哥哥才能拯救追星环境？还是说，大家其实喜欢被宠着、控制着，哪怕钱花的一分不少？你觉得诚意的限量关爱是粉丝的福气，还是另种套路的温柔枷锁？铁子们，快来评论区掰扯掰扯，你是真的需要被限制，还是更想自由追星？